帮你整理澳洲知识，带你探索澳洲文化。大家好，我是 Jen。 说到澳洲的地标雪梨歌剧院，相信大家对它一定都不陌生吧。作为澳洲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它经常出现在各大旅游节目中。不过，这个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建筑，在专案管理界却是一个超经典的失败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雪梨歌剧院最初的建造计划只有4年，预算700万澳币。不过，这个计划一拖再拖，最后居然花了14年，1亿澳币才得以完工。这个建筑计划可以延期10年，预算花超过10倍以上，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Jen就要带大家实地走访雪梨歌剧院，并且聊聊这背后的故事。那么事不宜迟，我们就赶快出发吧。首先，澳洲政府在1955年举办了歌剧院建筑设计的比赛。然而，在比赛的规则中，政府并没有给出任何的预算目标以及预期的完工时间，这就犯了专案管理的大忌。当时赢得这场比赛的是丹麦的设计师Jan Ohlson，他告诉澳洲政府，自己画的设计稿尚未全部完工。然而，当时的新州州长迫于政治及舆论的压力，要求歌剧院马上开工。于是，在设计稿都尚未全部完成的情况下，歌剧院的工程就这样草草的开始。想当然尔，这样仓促开工，进展一定不会顺利的。1959年，在准备工作开始后不久，团队就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地质学家发现，歌剧院的建造地区一开始并没有经过准确的调查。原本这个区域是由散布在海水中的冲积物沉积而成，并不适合承受歌剧院的重量。因此，团队在施工开始前，就在预算外多花了350万英镑，填够了大量的混凝土，填充在这不稳定的岩石中。这还只是第一个问题，在施工终于开始后不久，建筑团队就听来了一个噩耗。原本大力推动这个工程进行的州长，突然因心脏病发离世，这也让建造工程的执行变得更加困难了。更雪上加霜的是，因为乌松的设计图尚未全部完成，没有人知道屋顶应该承受多少的负载，也没有人知道要花多久，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做出来。而屋顶最终定案是在第一阶段的平台工程开始后，经过了多年的修改，乌松才终于想出一个称为壳的多扇形组成方案。有坊间传闻，这个点子是乌松在剥橘子的时候想到的。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导致原本应该很快就能建造完的第一阶段工程，拖到了开工后的第5年，1963年才终于完工。然而，平台终于完工了，更大的麻烦却等在后头。1965年，新州的政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政党轮替。新官上任3把火，新任州长 Davis Hughes 本来就看不惯这个不断延期还超预算的歌剧院工程，因此他不仅给了自己建案负责人的职位，还在上任3个月后宣布只会付给乌松制作图纸的工资。这相当于把乌松从管理职拉下来，变成一个普通的建筑设计师。之后，乌松为了订购制作屋顶模型的材料，向州政府提出需要额外6英镑的资金，而休斯则表示，你提供的模型方案工程师有疑虑，所以无法提供资金。听到这样不信任自己的说法，加上先前被拉下管理职，导致乌松一气之下决定直接辞职，离开澳洲返回丹麦，并誓言永不再踏入澳洲的国土。在这之后，3位新任的设计师接替了乌松的职位，
也就是我身后的这3位。不过，由于乌松没有留下详细的设计图，他们只能自己重画，也因此修改了非常多的内部设计，也花了更多的时间跟预算。再加上管理混乱、对工时的错误评估等原因，导致整个工期又往后延了8年，增加了7000多万的预算。也因此，前面上述的种种事件加起来，导致雪梨歌剧院花了14年1亿澳币才终于得以完工。虽然雪梨歌剧院在专案管理上是个失败案例，但是它对于雪梨乃至于整个澳洲的经济及文化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根据官方资料统计，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每年造访雪梨歌剧的人数超过1000万，而其相关经济活动的收入约12亿澳币。除此之外，每年联动海港大桥及沿市区的 Vivid Sydney 更是吸引了本地及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前来朝圣。所以长远看来，雪梨歌剧院为澳洲带来的价值早已远远超过了当初花超过的预算及延误的时间。其实，雪梨歌剧院所遇到的各种政治、管理及预算评估等问题，在世界各地的重大政府工程都出现过，只是程度轻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学习这宝贵的经验，汲取教训，不要再重蹈覆辙。好啦，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不知道各位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对雪梨歌剧院的历史有没有更多的了解呢？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题材，欢迎留言告诉我，你还想要看到什么样的澳洲历史故事？那么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关注，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